轩，我们过去有看过一部电影叫《王牌天神2》，那个人不是很厉害吗？造一个什么诺亚方舟出来，动物跟人全都上去了。结果，王牌天神3真人版来了，你看到这个人在加纳，这个人叫什么？他说我是先知，圣诞节这天会发生大灾难，洪水真的是要来了。结果他真的太厉害了吧！他真的搞了一台诺亚方舟。对照没有错，我要帮你更正一下啊，他不是搞了一台，他总共要搞10台诺亚方舟。我知道，在美国呢有一个伟人，这个伟人叫谁？叫 Elon Musk。他说我要用 SpaceX 用我的 Starship 带大家登陆火星、上太空，所以你要上他的船，你得要付出高额的代价。而在我们的非洲加纳，有一位非洲版的 Elon Musk， 他打造了10艘前所未有能够对抗末日的战舰。他跟你讲，上我的船，我保你全家性命无虞。真的有人信他？不，他自己都信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跟你讲说，在10月25号这一天，也是 today 今天。会世界末日，因为大洪水会来临。圣经的启示，上帝的愤怒，他一直跟上帝在沟通，但上帝讲话都讲不听，这是他说的哦。他说我不断的跟上帝祈求，但他就是要降下大洪水。所以你看到有这么多加纳的老百姓，这么多人，人山人海，你知道他们在排队排什么吗？他要登上他那8艘到10艘的诺亚方舟、末日方舟，希望能够拯救自己。但你要上他的船是有条件的，你知道什么条件吗？你要把自己所有的身家性命财产全部都变卖，然后呢，只带着一个小小的包裹，捐钱给他，才能够打造，你才能换取你的门票。来，你看，这就是他的，我们讲 Starship。这就是他的末日方舟，一扎扎的，我们讲扎扎实实的哦。你不要以为这木头没有什么，他们是说用25万片的木头，然后呢精雕细琢，一步一步的把它打造上去。然后你自己看了吧？你知道，你看他的手，有没有看他的手？知道他手在干嘛？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他对着船一直比？他在开光。开光？对，他把上帝的神力就是注到他的船里面，说哇，让你承受了大洪水，承受出大洪水吧，真的啦。他是先知啊，他是 prophet。然后你看到很多人开始大老远就开始跑去找这个人，而且各位，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？我刚才一直没有提到，他叫诺亚。他就叫诺亚，他就是诺亚方舟的诺亚，他叫 Ebo Noah， 他就是诺亚。来，赵，你看这个船算像是大船吗？我跟你讲，是大概300-500吨而已啦。对，你说1000吨，我觉得都不到啦。那怎么样载我们讲那么多人呢？他说你不要担心，他可以载6亿人，因为他刚刚开光过了。你知道他怎么样载6亿人法？今天10个人上去的时候，他有10个人的大小；100个人上去的时候，会有100个的大小。当今天有1亿人上去的时候，说我的船可以承载6亿人。只要人越多，船就会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无限的膨胀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代表神的气息，神的方舟嘛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各方真的信了，包括呢有人出钱，有人出力。对，像我问你这么漂亮的船只，这些木板，这个是专业木材厂做出来的哦，真的把这个物资捐赠给他。这不是在开玩笑，这真的有木材板、木材厂的人一车一车送过来的。对，然后你现在看到的是他们的高速公路，因为当地的物资不足，他也从别的地方呢调过来，包括这些大卡车、大货车，好不容易呢把这个骨架弄好，然后他跟大家讲说，除了盯进度之外，然后他开始在刷色嘛，因为要上防水漆嘛，有神力还是要上防水漆哈，各位，来，他就跟大家讲说，请你们诚心的祷告，你们一定要不断的祷告，你呢才能够让这一艘船呢可以承载住人类最后的希望，而且。各位，诺亚方舟除了人之外，还有什么也在上？动物。对，没有错。所以我们的诺亚，你知道开始干嘛吗 ？Interview， 他去找这些骆驼。真的假的啦？对，他说来，这位骆驼，你可以上这艘船了，我选定你了。但你仔细看诺亚穿的衣服，他非常 international， 他穿的衣服是什么 ？United of States， 然后下面是 Manhattan， 所以他有曼哈顿的这个现代的心。所以你不要以为他是个远古人啊，他真的去找动物 interview， 还那个手又出来了。对，他在感应嘛。来，他准备很多物资，比如说饮料啊、泡面啊、粮食、可乐啦、芬达啦、雪碧啦。对。还有什么气泡水啦？这是有科学有啦，这有科学逻辑，你知道什么？因为这些都高糖分、高热量，可以让他们撑过这个末日的洪水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他就公布了这是我们讲 Ebo Noah 总共有1.2 N 的这个粉丝，其实非常多，他粉丝非常多。然后里面呢都是一些他传导他的福音呢，跟这种大水淹过我们讲龙王庙相关的事情。但是呢，你如果仔细看留言之后，你会发现有点尴尬，因为各位今天已经12月25号了嘛。然后我就看到很多外国的好朋友一直在留言说跟他倒数，比如说还剩1天哦，兄弟你完蛋了，还剩1天哦，还剩30分钟哦，兄弟我怎么还活着？但是诺亚才不理你，为什么？因为很多人是在酸他嘛，说有没有 WiFi 啊，可不可以用行动支付啊？这个是末日游轮啊。但我跟你讲我问你，一般人被这样出征，被数以万计的留言出征会干嘛？会崩溃。但诺亚没有。他屹立不摇的坚挺在那边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信仰。那理都不理，你继续发文，继续发。来，这就是他其中发了一个文哈。你知道他在干嘛吗？来，各位，
你看他登上这个石头，然后呢，他先望着天，对，寻找他的上帝，然后呢，摊开他的双手。感应到了，然后他们说这个叫奇迹祈祷之石。祈祷之石，对，就是海边随便找一颗石头，然后叫奇迹祈祷之石。但不管它是个饱读，我们讲博学多闻、饱读诗书的人，所以里面呢也常常会有诺亚呢用非常撩人的姿势呢靠在地上，然后手上放着一个厚厚的书本，然后你也不知道看什么书本。而且你看他的衣服都破破烂烂的，对，他真的超像那个电影演的一样，哎，对，因为我们刚刚有看到他穿 T 恤嘛，那他的战袍就是这一件，对，也就是说他只要出来布道的时候，他也要穿这一件。哦，那你看哦，比如说他这时候出来的时候。真的，他去演唱会哦，真的现场哦，加纳办的演唱会哦，他刚好莅临现场。他莅临现场之后，很多他的支持者在旁边追随，你看，至少超过20-30支相机。来，那你知道他就是往前走之后，然后所有人在拍着他，然后涌出了他，然后他跪在地上仰天长啸，然后就哇上帝，然后大家说哇好感人哦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感人到什么程度啊？我们讲名跟利哦，名我们讲会随之哦伴随而来，会有利，对，马上就有热情的粉丝送他这一台车哦。全新的宾士，对，全新在加纳开宾士有够帅的。我来跟各位解释一下，他这边写说这是宾士2025年款，价值呢89000，但是因为我比较调皮，我就越看越不像2025年的，所以我就用这个 AI 稍微询问一下，我发现这是2019年式的啦，而且这是 B Class， 大概只有大概台币100多万左右而已啦，还是贵啊，但是没有8.9万啦哦，但是我也不知道，可能他们加纳的物价比较不一样，但不管，我们的诺亚很高兴，诺亚帅死了，在宾士车上，对，然后他那个手靠在那边，有没有像是有没有在那种爬妹有没有那种感觉？我说哎，我跟你讲啦，我已经你猜他讲什么？他说我23周了啦，我非常感谢，我特别禁食3周，因为我现在是神的旨意。我想说不是你禁食3周，然后跟你坐在宾士车，但没关系啦，他的连结我是不了解哦，因为可能我比较没有灵性，跟这个上帝之间没有那么大感应。但是呢，夜路走多了总会出到鬼。来，照你看这一幕画面，这是他的方舟。对，上帝或许可以救得了全世界，但救不了诺亚。他被警察逮捕了。这是今年12月的时候哦，他预言都还没有成真的时候，现在就在方舟前面。当庭广众这么多人在看，上手铐了。对，那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很多民众受不了他了，就是加纳当地很多民众觉得说这家伙在那胡说八道什么啦，一直说要末日，而且一直在那边敛财，所以他们就受不了了，就去检举诺亚。然后那诺亚就在现场呢直接被逮捕，但是后来逮捕之后才发现说呢找不出他的本名来。一般人是不是都有身份证啊、户籍资料？他们发现这家伙真的是神一样的男子。他没有任何户籍资料，没有身份证。他一下呢叫 Igobonoya， 一下叫 Ibojesus、Ibonoya， 他就是一大堆名字的。宇轩，你看到我们用红框这样贴起来，对吧？警察不仅逮他，还直接说这假的，你们不要给我信哦。False news warning no rain destruction， 没有洪灾，卖掉欧北购。这个很大哦，然后就要贴更，他至少占了他这个布条贴很大，你们不要再信他了。对，但是我跟你讲，诺亚更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伊波诺亚他真的被带到法庭上，那法官就问他一件事情啊，我想他回得好，回得妙啊，让我们想起我们台湾有另外一位政治人物。来 ，What should we do if you doesn't rain on 我们讲 25 December judge to evil？ 法官问他嘛，你如果圣诞节没有下洪水，你怎么办？你知道诺亚说什么吗？他说就还没有到12月25号呢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你到了之后你要抓再来抓我嘛。你知道最后有没有下吗？真的下雨，真的下雨了，真的下雨了，真的下雨了。来，你看这是加纳，在12月24号的时候，突然开始出现洪患了，出现洪灾了，然后我们讲整个这个湍湍的急流，把所有人的房屋啊，有一些我们讲车子啊，但是我跟你讲，这只在库马西这个小地方而已。对，那就开始说冲走，那知道吗？所有人就开始说诺亚是唯一真神，大家就开始相信他了。但你也知道嘛，因为这是24号，对不对？那今天25号的时候，这个洪水已经没有了。对，那整个加纳呢也平安无事，也没有什么大洪水。但是诺亚他有他的说法，他说什么呢 ？Good news， 诺亚说的哦。Good news， 什么叫 good news？ 他说上帝回应我的祈祷了。你看 ，God has done it， 也就是说他成功的打造这10艘方舟之后呢，诚意感动天。上帝决定说呢，诚意感动天了。把这个呢洪水的时间呢再往后延迟一点。那你知道为什么不是说消失，是往后延迟吗？因为诺亚说我还需要更多的钱，麻烦你们再抖内给我。慧珍，我到底刚刚听了什么？但是幸好加纳这个地方小洪水完之后。也没有这么太多的伤亡来出现，但是我们要讲的是，现在全世界整个气候真的是变了。为什么？平安夜这天，我们刚刚看到这么多人在那边聚餐，大家非常开心。没有哦，在美国这个平安夜风暴，在美西
完全席卷而来了。是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哦，真的就是在平安夜一点都不平安哦，很多车子就是卡在那里，然后呢，甚至超过60小时的山区降雪哦，使得内华达这个也就是临近加州这个部分哦，一样是积雪的厚度来到了5到8个英尺。你看现在看到画面什么？这是 Cybertruck， 也就是电动车，卡在那边，你知道吗？每叮每当啊！哎，你现在看到一辆车大车，这个另外，这个车子里面装的都是什么？很多装了圣诞节的礼物啦，或者是一些必需用品啊。对，完蛋，现在卡在那边，代表着他们现在 Christmas 的假期之后，搞不好会有一些物品哦，是会有缺货的问题哦。反正现在情况就是这个暴风雪的问题啊，导致大家假期都不是很好过。慧珍，你看到哦，这个除了暴风雪之外，加州更惨了。洪灾真的来了，是北加州在暴风雪中，南加州干嘛？竟然就深陷这个洪灾当中。他们说其实昨天下了一大波雨之后很可怕，那雨量雨势之大，有的甚至会让人家觉得1个月的雨就在这一天下完了。而且更可怕一件事情是，你知道吗？还没有完哦。对，你看这个很多的这个因为洪灾的关系土石流了，尤其这个地区在今年1月才发生了野火，所以它很多的雨就是让那个它的土石流情况更为严重，连道路都断掉了。你看旁边那个路都直接冲断了，是这肝肠寸断。那很多原本的车子也这边载浮载沉然后呢，这个导致车那个路毁车子就卡在土石流当中。然后白天晚上，你看有没有那个水积的有多深？那车子这样开过去，像在冲浪一样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一个洪灾他们说这个叫做 Pineapple Express， 也就是凤梨急流，从那个夏威夷附近带过来的这个大气的一个河流往这个美国西岸，尤其是加州的部分带，所以未来几天一样会带来非常非常非常丰沛的雨量。你看有没有？这个其实都是度假山庄这个山庄是直接被水淹了，而且你看到。它不仅是有洪水，它是泥巴也全都下来，就是台湾讲什么土石流是，所以全部都淹进去的。所以他们知道这个加州居民说，我们1月份都是迎来所谓的那个焚风就像今年1月还有那个大火，就没有想到，2026年的这个1月有点不再寻常。现在12月底即将要1月而已，怎么已经开始下起了大雨？所以我在睡觉起来的时候有点吓到，本来以为是要大火来，没有想到竟然是洪水的一个警报，所以也让他们觉得真的是这个日子不好过，水深火热就这样。那除此之外，除了加州之外，另外一个地方是什么？西伯利亚，西伯利亚这个面临到什么冰雪末日？为什么叫冰雪末日？你知道这几度吗？你知道这几度吗？-56度。-56度，吓死人！这个能见度也太差了吧？是这个叫做这么冷，这个叫做雅库特地区这个世界是一片白茫茫。我才刚追完极光回来，我跟你讲，我才刚体验过-35度，-35度已经不是人可以。我是觉得你要拍照你要手拿下来，不到30秒时间，你手就开始动了。你这个-56度，很可怕，好不好？荡秋千就这样莫名其妙荡了起来。然后呢，圣诞树在这边应该是装饰也是那边载浮载沉，所以他们就说这个-56度应该是已经是地表面上这个很罕见的温度。他们说即将-60度就在这个马上即将就可以看到这-60度的一个低温。玉峰哥，这个平安夜，这个圣诞节，各个城市、各个全世界都是不太平安。对，我们在过去来讲的话，讲到天坑，都有陆地上才有天坑，可是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英国的中部地区，然后呢还有条运河，运河上面有船屋，这个就是运河。突然之间一系的水被抽干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出现了天坑，然后呢大家在讲说怎么会有撞击的声音，跑出来看，就是这样子，整个非常长的船屋。变成真的下去了，然后呢就被拉下去，然后这个天坑呢怎么出来的还在调查。太奇怪了吧？可是这个天坑也太大了吧？我们那个时候记不记得新竹有个建案旁边出现一个天坑，把伊恩马斯克的特斯拉把它给吃掉，我们都觉得吓歪了。这个天坑大概是多大呢？50公尺乘以50公尺，然后呢往下高达4公尺的洞，这些东西下去的话，你会出现怎么样的状况？水一系就被流干了。所以呢，幸好
这个船坞上面的人是逃出来了。如果没有逃出来的话，你想想看，整个被吃下去，像不像是一个怪兽？然后呢，一瞬间就像中古世纪欧洲他们的故事一样，一个怪兽把河水全部给吃完，吃完之后呢，船坞就掉了下去。然后现在还没有查出原因，不知道下一段哪一段运河又会出现这样子，还会继续啊，把它吞噬下来。因为这种出现之后呢，一定还会有其他的地方，因为它这种是流动性的。好。河水出现天坑，你已经觉得够可怕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土耳其。土耳其这个画面，你看到你会觉得什么？这个也太夸张，这里是天坑，你看不出来这像天坑，因为这看起来像是另外一个星球。因为马斯克不是最喜欢去火星吗？对，或者是像是月球上面的陨石坑被砸出来的一个陨石坑，这个深不见底啊！你就觉得人家在地球上面怎么会出现这个样子呢？好。这个是土耳其它的粮仓，粮仓下面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地下水。对，我们台湾云林每次超收地下水，然后呢公布哇地层下陷几公分，大家都觉得很慌张。为什么？地层下陷你会觉得那土地就下陷啊，土地下就会有灾难的发生。没有想到他们竟然出现这样子的天坑。你另外一个角度想，它像不像火山口？它真的跟你讲的一模一样。你往下去看，我看不到底耶，它到底在哪里呀？然后为什么会变这样子？其实跟它的地形是有关系的。它主要就是这个碳酸盐跟石膏岩层，而石膏岩层里面是有一些地下水。地下水为什么会不见呢？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一个重点，这个是土耳其的粮仓，大家都知道要灌溉要水，然后呢？政府又没办法把基础建设给弄好，那大家往哪里？当你水流引不进来的时候，我就往地下挖。原本它每一个结构层里面，如果有足够的水流，它会变成一个结构的支撑。对。结果水被收干之后，又加上它是碳酸盐跟石膏岩层，一瞬间，你每一次一咪咪，你都觉得没怎样。啪，有一天就变这样，它就崩了，然后呢，现在来讲的话，为什么都集中在这里？因为这个地方超收的特别严重啊！到目前为止哦，整个土耳其来看的话，有684个，结果呢，在这个粮仓有534个，全部都在这里，因为这里就是最多耕种的地方。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说，你看哦。这个盆地的地下水位还在降低哦，对，每年是4到5公尺的惊人速度。还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的？每次云林公布几公分，大家都吓歪了。人家没有在给你几公分的啦，人家都是乘以10啊，4到5公尺的速度下降。然后现在科学家才用这个来计算，发现说现在可怕的问题是还有1850个潜在的地点，真的水已经不够了。那水已经不够，地下水最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你抽它抽很快，你拿去灌溉，你都很阿萨利。问题是你要怎么补充？那要积年累月，甚至要数百年、数千年，甚至上万年才可以把它补充下来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你觉得农民他如果要需要灌溉，他还抽不抽？他当然抽啊，当然抽啊。就抽到最后，天坑又要来了。对，所以呢，这1850个潜在地点就像是乐透一样，而且是不好的乐透，哪个地方炸下来，就会出现这样子深不可见底的天坑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全新出击。